安家人对贺远江的观点瞬间起了浓厚的兴趣。整车制造、动力电池，对安家来说，并不是真的打算赚钱，他们只是希望在华夏多做一些制造业的投资，算是为华夏制造业的发展增砖添瓦。但贺远江的观点，让他们对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期许。如果能把这个产业做成像特斯拉那样的行业巨头，这其中蕴含的商机和利润自不用说，它所能为华夏制造业、本土汽车供应链带来的帮助和提升无疑是巨大的。制造业的巨头和互联网的巨头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互联网巨头更多是走行业垄断，在垄断态势形成之前，他们会不断释放利益，甚至大肆补贴终端市场，在获取足够多的用户，并且让用户极端依赖的时候，就会肆无忌惮地攫取利润。若干年前，他们补贴线上轿车的时候，10公里的路，乘客很可能只需要支付5块钱，而司机可以得到10块钱。可放到现在，同样10公里的路，乘客很可能需要支付30块钱，而司机只能得到8块钱。而且，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用最少的岗位，创造最大的输出，通过挤压上下游来获取最大的利润。但制造业的巨头就不一样了，制造业的巨头养活的是整个产业链。一个万人的汽车制造企业，除了自身就能提供万人就业岗位之外，还能为上游的钢厂、铝厂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，为各种物料的运输提供大量就业岗位，还能养活一大批为它提供零配件的大中小型企业。这个带动作用是十分强大的。在华夏乃至全世界，很多城市的经济命脉很可能就是一个大型制造业。就像日本的丰田市，40万人口几乎都是丰田汽车的员工和家属，而丰田自身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30万名员工。如果算上靠它生存的供应链，至少能拉动100万就业。这样的制造巨头能够为产业链上的上百万人提供利益，而不是拼了命地挤压他们的利润与生存空间。现如今，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国产率早就超过了90%。如果真能创造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巨头，其产生的所有价值都将用于拉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。所以，贺远江的提议一下子就让所有人眼前一亮。叶晨也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，他开口道：“我手里现金还是非常充足的，就算拿几百上千亿美金出来也不算难事。贺叔叔觉得这件事怎么运作成功率才最大？”贺远江道：“钱倒是不用这么多，200-300亿美金就已经非常充裕了。至于成功率，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弯道超车上。别说对比传统的燃油车企业，就算是在新能源里，现在进来都属于第5甚至第6梯队，光是赶超同行就是一个艰难的考验。”安凯峰问：“贺教授，你觉得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弯道超车？或者说，怎么做才算弯道超车？”贺远江想了想，组织了一下语言，解释道：“我个人理解的弯道超车，其实并非一个弯道这么简单，而是在整个赛道里超近道，走别人没走过的路，甚至想不到的路，更快到达终点。就像国产新能源车，以前我们的燃油发动机总是落后欧美和日韩，怎么追都始终差一点，但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桌子掀了，造不出能赶上他们的发动机是吧？那就别造带发动机车了。电机你总没有这么厉害了吧？你几十年的沉淀都在内燃机上，电机你一头雾水。我趁你还没关注到电机，先一步切进去积攒电驱的优势，等我把电驱搞出来的时候，在新能源领域就是我领先你了。到时候你再哭着跟我说你玩了几十年内燃机，从 L4 到 W16 你样样精通，我理也不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套我不玩了。这就像冷兵器时代苦练剑法的武林高手，你练30年出山，以为天下无敌，我1年半造出火枪，1颗子弹要你的命，你再说你练了30年也没用，没意义了。当然，真正掀了全球传统车企桌子的，不是国产新能源企业，而是行业开拓者特斯拉。这就是他当初弯道超车的思路。
不过咱们国产新能源也有原创的弯道超车案例，就是新能源三大件：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。特斯拉不是走极简差季风吗？那他们就走奢华舒适风，一样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。顿了顿，贺远江又道，如果现在想再找一个弯道超车的路线，直接掀了他们的桌子，说实话很难，但也绝非做不到。只要谁能找对那个切入点，谁就能成为下一个汽车领域的新皇。安凯峰也明白，这种切入点必然极为难找，一旦找到，恐怕就能撬动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值。所以一时半会想从贺远江这里得到提示，恐怕也是痴人说梦。于是他便又问，那贺教授，如果暂时找不到弯道超车出奇制胜的法宝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高这个项目的成功率呢？贺远江道，如果想进一步提高成功率，我个人的理解就必须要渗透到更多的上游关键环节中，动力电池自然是其中之一，电控技术和驱动技术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重中之重，就是车机软件的研发，渗透到动力电池，一是为了技术储备，二是为了降低成本，三是为了确保供应。现在安家已经有所布局了。至于渗透到电控和驱动技术，也是为了提高汽车的硬件竞争力。同样的电池容量，相似的风阻重量，谁的电控更省电，谁的续航就会更高，谁的驱动技术最强，谁的性能就更好。这些都是关乎综合驾驶素质的关键点。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团队，或者没有相关企业的战略捆绑，那就永远只能用第三方给出的标准化解决方案。那样的话，你的车跟市面上其他品牌10几个车型的动力参数一模一样，到时候还谈什么领先呢？说到这里，贺远江又道，至于车机系统，我觉得是重中之重。从我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开始，车机软件就是我非常重视的部分。其实造新能源汽车就跟造智能手机一样，不能光拼凑硬件，还要做好硬件之间的适配，以及软件与硬件之间的适配。你用再好的硬件，一旦软件拖后腿，车就像一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傻子。安重秋这时开口道，哎呀，我好像一直开的都是燃油车，对车机没什么要求，能有了蓝牙电话，听听歌，听听电台就足够了，对这东西没概念啊。安凯峰点点头道，我也不太懂，一直没接触过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，连新能源汽车都没开过。说完，他问叶晨，晨儿，你懂吗？叶晨笑道，我啊，说出来不怕二舅笑话，我真正能每天开上车的时候，都是唐四海找到我之后的事了。我自己没给自己买过车，我仅有的2辆车是别人送我的2辆超跑，我可能也就开过1、2次，2、3次，到现在我开的还是我当初买给我老丈人的宝马5系。说着，他忽然想起刘曼琼的特斯拉，便道，我在港岛好像开过朋友的特斯拉，但当时也就开了很短时间，根本没有研究过车机和所谓的辅助驾驶。贺远江想了想，笑道，具体怎么来形容这个车机呢？踢足球的巴洛特利你们了解吧？除了老爷子之外，其他几位男性纷纷点头。喜欢在球场思考人生的巴洛特利，想来爱看足球的和不怎么看足球的男性都不会陌生。贺远江继续道，在我看来，他就属于是顶级的硬件3流的车机，要是能把梅西或者罗纳尔迪尼奥的球商给他，他必然也是超级巨星。可惜他这块短板怎么都补不上来。众人一下就懂了贺远江的意思。叶晨便道，既然车机方面的软件适配很重要，那就再搭建一个实力过硬的软件开发团队，大钱都花了，不在这点小钱。贺远江赞同地说道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传统车企转型新能源，车机软件跟不上，都选择了外包，这种基本上都一塌糊涂。就像当年的山寨机，体验很差。诸位既然选择直接切到新能源的赛道，而且有极其充裕的资金储备，那就要把软件这块好好抓起来。说着，贺远江又道，对了，还有高精地图，
这部分也非常重要。车机导航、辅助驾驶，甚至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它。现阶段，大家都接入市面上几家常见的服务商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入股一家，或者干脆收购一家。安凯峰点头道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建议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，争取尽快落实。说着，安凯峰看向贺远江，开口问道，贺教授，你既然对新能源有这么深入的研究，那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来操盘这个项目？不用叶晨示意，安凯峰就已经看到了贺远江身上的巨大价值。他和安家人在收购高恒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决定，毕竟是几十亿美金的项目，专业门槛又非常高，必须要挖一个真正懂行的高手来操盘，否则单凭有钱和脑子一热就干这么大的项目，结果肯定是全都交了学费。就算今天没跟贺远江见面，他也还是要安排猎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操盘手。只是他没想到，他们刚回金陵，叶晨就送来一个顶尖人选。贺远江这时候微笑婉拒道，不瞒你说，安先生，我现在的心思其实都在教书育人上。再说我脱离实操太久，能聊的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事情，真让我操盘，我也没这个能力。一直没说话的安老爷子摆摆手，认真道，贺教授不要妄自菲薄，我就觉得你肯定能够胜任这个职位，关键就在于你想不想。如果你真的一心只想教书育人，那可能无论我们怎么说，你都不会答应。但如果你心里对操盘一个这样庞大的项目还有一丝兴趣和期待，那你就一定要慎重地考虑一下。高恒汽车我们已经投了30亿美元，如果算上动力电池，我们已经投了过100亿美元，但为了这件事，我们还可以再投300亿美元。那样的话，这就是400亿美元的盘子，这个规模，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家新车企都不具备的。即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舞者，也未必能在400亿美元的舞台上一展风姿。这个机会，一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。老爷子的话一下子就抓住了贺远江的魂。开局400亿美元的舞台，在新能源汽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。即便是前段时间火爆全国的雷米，对外宣称的投资也不过100亿人民币。400亿美元是将近3000亿人民币的规模，这已经不是要干一家车企了，这是直接干了一整个产业链。对全世界的职业经理人来说，谁敢奢望有这样好机会？这是什么开局？梦幻一般的开局。在这样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，那得是何等幸事，一旦成功，又得是何等成就。在这一瞬间，贺远江原本如铜墙铁壁一般的内心开始有了裂缝。叶晨见他纠结，而不是立刻拒绝，就知道他一定动了些许心思。于是他立刻加一把火道，贺叔叔，你不是说很难找到机会弯道超车吗？我倒是想到一个机会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贺远江忙问，什么机会？其他人也立刻看向叶晨，表情十分关切。叶晨道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北欧为我搭建一套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模型，唯一的限制是我不能拿来商用，不过不要紧，我有把握让他们开放一个在汽车领域的商用权限给我，而且是独家权限。目前的 AI 模型，其营收的主要方向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 AI 计算，成千上万个行业都可以接入使用，只是现如今还没有在汽车领域的实际应用。叶晨虽然不敢打包票让霍华德把整个 AI 在成千上万的全领域商用权限都给自己，但只要一个汽车领域的独家使用权还是不难的。